随着中国房地产暴雷，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，消费降级成了中国社会的热门现象。许多民众为了省钱，衍生出了各种省钱方式。网络上流传着各种各样捡垃圾、捡烂菜的社会现象，这也精准切中了当前大众对于生存焦虑的共鸣。一起来看。搞走吧，搞走吧，哥们儿，你吃永远都可以啊，吃的永远都可以。他饿了给打包，他饿了可以，哥们儿，我跟你说啊，哥们儿，他饿了可以打包，但是一样，他饿了随便吃1块钱，但是一样，都给他吧啊。我们都是年轻人，我们都是吧？对，你饿了随便吃，哥们儿啊。这个大叔在捡人家的剩饭吃，你说现在是什么社会，还有人吃不饱饭呢？我们还有很多人根本吃不起饭，只是没报道出来。今天上班路上看到一个老人，饿的居然在吃绿化带的树叶，我不敢相信，我只能说触目惊心。我感觉自己什么也做不了，跑外卖8了次都买了这个箱子，交了保证金100，完了为了打电话也交了50的话费，结果跑了一中午3个小时，跑了8单，挣了19块钱，还要交3块钱的保险，晚上1个小时跑了3单，挣了6块钱，一天挣的钱还不够我做饭钱。哪位高人指点一下，人这一生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呢？这人呢，现在好像都疯了。刚才我同事给我打电话，管我借钱，我说没有，他让我想想办法，好像是我管他借钱。我都不知道我看上你啥了呀，加到这个三卡卡。别说了，娃都这么大了，还说什么呢？有的睡都不错了。失业了，朋友们，我这下真失业了，我一个要命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啊，这36岁中年失业，你说你上哪去找工作？在当前中国经济下行的环境下，失业与生活困难的现象呈现出结构性、群体化的特征。随着高达2亿甚至3亿多人口流入官方所称的灵活就业，许多真实案例在社会与社群媒体上引发了极大共鸣。媒体曾报道一名从北京知名外语外交体系大学毕业的硕士生，毕业后因大环境低迷，面对低于预期的极低薪资感到绝望，最后只能搬回老家。也有许多医药、理工科毕业生投了上百封履历，最后能找到的只有日薪极低的血汗电商或销售工作，每天高压工作12小时。大家好，向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好的产品，来自快子的明目冷敷眼贴。大家知道啊，我们现在很多人每天眼睛都在超负荷的工作。假设说在正常情况下，肝肾每天可以为眼睛提供10个单位的营养，但是啊，这些现代生活方式呢，已经大幅增加了眼睛的消耗，导致眼睛现在每天需要15至20个单位的营养。当供应少于需求时，就会出现这些问题。眼睛啊，很多问题是没有办法替代的，所以护眼这件事情不能等出了问题再说。这款日本生产的眼贴适合在长时间用眼之后使用，是一种日常护理的极佳选择，对眼睛干涩、眼前黑影、眼压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咱中国呢，为观众朋友们争取到了优惠价，只要输入我们的专属优惠码 KZG 就可以享受优惠价。购买链接呢，我们会放在影片描述和留言区置顶，快来选购吧。这花了将近20万的店，今晚上的营业额只有44块钱。
杭州的电商现在特别萧条，以往走到这里都是5、4、3、2、1上链接，今年走到这里冷冷清清的，有点黑灯瞎火。上海浦东的街头，看有上海的感觉吗？我就感觉跟其他地方也差不多。你看，干了2、3个月，老板又说不干了。哎呀，真的是，今年干了2个厂都倒闭了，看来今年是要勒紧裤带过日子了。你们知道现在消费降级有多厉害吗？我现在这个充电站10几个充电桩，只有2个车在充电，因为现在是晚上10点，充电需要1块2，但是一到12点之后，全部都是满的，而且入口这个位置还要去排队，因为电价降到6毛钱。你们敢信吗？我们单位现在降薪都降出新高度了，不管你什么岗位、什么部门，工资统一打6折。今天是6月8号，然后早上来公司把5月份的账把它算了一下，亏15万9，唉，真的是要命了。在上海、深圳等1线城市的星巴克或市立图书馆里，每天早晨都可以看到穿着体面、带着笔电的中年人。他们不敢让家人知道自己没有工作，每天依旧准时出门，假装上班，实际上是在图书馆里疯狂刷求职软件、修改简历。这群人通常背负着沉重的房贷与养育儿女的压力，一旦断供，生活便面临全面崩溃。许多原本坐办公室的白领，失业后转行开网约车或送外卖。但在许多1线大城市，由于投入人数暴增，平台纷纷发布饱和预警。很多司机反映，以前一天开8小时就能跑够本，现在一天工作12到15小时，扣除油资、电费和车贷后，月收入只有2000多元，连基本生活都捉襟见肘。而制造业收缩，建筑工停摆，导致大量基层劳工在城市失去立足之地。许多沿海工厂倒闭或迁往东南亚，导致大量农民工提早出现返乡潮。他们回乡后面临农村同样缺乏就业机会的窘境，只能靠着极低的务农收入或零工勉强度日。到月底啊，最起码得有1/3的工厂都要停工。不会吧？这么夸张啊？是的，现在你看这个现实情况就放在这里，我们的预判可能会早一些。现在可以确定了，不只是众包没有单子。我刚刚从我们那边商场过来，现在这个点应该算午高峰吧。然后发现门口全部都是外卖小哥，就是在广场聊天啊，或者是看视频啊，都没有单子。你有没有发现这2天生意更差了？想破千都难了。自从进了5月份，过了5一之后，那生意一天不如一天。玩到下午5点了，才卖了600-700米，人是越来越少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去年结完婚，然后因为家里也是普通家庭，父母把自己所有的钱一共给我凑了50万，付了一套房的首付30，剩下20结婚给女方付彩礼。但是现在操，媳妇儿觉得我没有工作，然后跟人跑了。失业了，刚刚跟人事谈完，从公司出来，感觉脑瓜子嗡嗡的。41岁了，上有老下有小，感觉压力好大。就现在这种跑外卖的情况，兄弟们啊，下周有出来单价这么低啊，不要看有单，我跟你们说啊，单价低的离谱，你们说怎么跑？前几年卖菜2口的一天能挣200多块钱，今年能挣100块钱。拉了2000多斤桃，卖了几个第4天，车上还有400-500斤，卖不动，根本卖不动。严重堵车啊！严重堵车，这西瓜5分钱一斤没人要啊，5分没人要。现在中国失业者的困境不仅仅是没有收入，更伴随着高额债务，例如房贷、车贷的催逼，以及努力却看不见未来的深层心理创伤。
这也解释了为何社会上考公人数屡创新高，人人都试图在寒冬中寻找最后一个避风港。许多过去几年经营服装店、餐饮、外贸或教培机构的小老板，在面临资金链断裂后，不仅积蓄全无，还背负了巨大的债务。网络上有许多网友分享，自己经营了近10年的工厂或餐厅倒闭，为了支付员工薪水和供应商货款，卖掉了市区的房子，最后甚至连孩子的学费都快缴不出来。这群过去的小资中产阶级，如今必须拉下脸去应征保全、保洁或打零工，心理落差与经济压力极大。35岁了，今年就干了24天活，跑了几千公里，换了好几个工地，挣的钱都花路费上了，不敢回家，每天坐在车里，只有我没活干吧。这天我开局的226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去重启。我现在是已婚未育，从1月到现在3月底，找工作一直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人家都会问你，哎，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呀？近期有要孩子的计划吗？姐妹们，我真的崩溃了。原以为扛着60万债务已经是绝境了，今天才知道，老公真实欠款竟是130万，2个儿子还小，我又意外怀了3胎，全家就靠他1天200块的临时供应扛，瞒了我这么久。这一刻，我的世界瞬间塌了。这样的日子到底要怎么熬下去？往后的路我到底该怎么走？我们每天一开门一亮灯就是1000块钱的费用，从1点开门到现在就是下不来了一桌，到现在一桌没有。从开业到现在从来就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。现在是6点20分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哎，这么早就来厂里面，看着仓库里满满的货，每天在烦恼的事情就是怎么样找点活给工人干。现在我们都双休了，一家接着一家关门，满大街上能看着的生机，我就看着外卖小哥，这一会儿碰着10几个在这穿梭呢。当年的这些暴发户啊，当年在大连能挣着大钱的这帮人呢，买了一大堆伪资产呢。消费降级丢人吗？一天伙食费只花7块钱。我97年来自安徽，在杭州拿着5000的工资，中午煮了1碗水饺，花费4元，比吃外卖直接省20。晚上清炒花菜，成本只要2块钱。打工多年才明白一个道理：普通人存不下钱。对于在一线城市如北京、上海、深圳打拼的基层劳工来说，一旦失业超过2个月，基本生存就会直接面临威胁。在深圳，有网络博主记录了一些在科技园区附近徘徊的失业年轻人，因为付不起1个月1500元人民币的房租，他们被房东赶了出来，只能带着行李箱睡在公园长椅、24小时麦当劳或是地下道。他们每天的目标只剩下找一份管吃管住的日结工作，生活水平直接退回温饱线以下。而在房地产全盛时期，高价买房的普通家庭，一旦遭遇夫妻一方或双方失业，随之而来的便是断供潮。北京周边以及广州、武汉等地的郊区出现大量免费送房的案例。业主表示，只要有人愿意接手帮忙还剩下的贷款，房子可以免费送给对方，因为房价跌幅已经超过了他们付的首付款。他们不仅房子可能被法院法拍，还会面临银行起诉，被列入失信名单，连高铁都无法乘坐，生活彻底陷入死胡同。孤孤单单一个人，走在林荫霜霜的街头，忘了我在找什么，等待明天还是往回走，总是在失去以后才想再拥有，如果时光能够再倒
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